小米12S Ultra 啊，小米跟徕卡合作的旗舰影像手机。先不说是什么牌子，也不说跟谁合作啊，从工业设计上一看就知道它是主打影像的手机。那先不说别的，先说这个工业设计，大家喜欢吗？如果你喜欢这台手机的造型，打1啊；不喜欢打2。这台手机在没发布的时候就有2点备受瞩目了，一个是它的处理器从三星的4纳米换成了台积电的4纳米啊，大家都很开心。还有一点呢，就是这台手机是跟徕卡联合开发的。不过在效果图时期啊，这个后摄区域有一个徕卡的小红 logo， 真机呢没有了，变成了徕卡的公司英文名称。那为什么呢？我估计有2种情况。一种呢是小米对徕卡说：“哥，你看咱们都一块开发手机了，是不是在手机上也加一个你公司的 logo 啊？加我 logo 干嘛呀？再说了，这又不是我手机，这不你手机吗？而且我是做相机的，你这手机的，那咱俩差着行市呢，是吧？再说了，加了我 logo， 那万一手机有问题，人找我们怎么办呢？是吧？那不加啊，加一个公司名称就完了。那行吧。那还有一种呢，是徕卡跟小米说：“哎哥，你看咱们都一块开发手机了，是不是在手机上也把我公司的 logo 加上啊？加你公司 logo 干嘛呀？这是我手机还是你手机呀？再说了，是你找我合作，又不是我找你合作，你出力我给钱不就完了吗？你还想把我手机变成你的？对，不加。啊，行吧。那到底是哪种情况呢？我不懂，我也不能胡说，是吧？大家可以分析一下啊。不过这台手机既然主打影像，而且也很符合我们节目的风格，那么我们就会用这台手机去拍摄一些摄影作品，希望你们呢也能参与到摄影中来。前面的照片呢，就是这台手机所拍的啊，希望可以在摄影方面给你一些新的想法、新的思路什么的。记得点赞加关注，支持我们哦，因为这样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啊。那下面呢，我们就来看看这台手机在影像方面、在光学方面的表现怎么样。那12S Ultra 呢，后摄是3颗镜头，主摄、超广角，还有一颗5倍的长焦。没错啊，中间那颗不是主摄，是超广角，主摄在边上。那拍摄界面中呢，也有3个焦段切换按钮，对应的就是前面说的3颗光学镜头。它的拍摄界面这回还是有的可说的啊，在拍摄界面的顶部啊，就是现在的左边有2种徕卡拍摄模式的选项啊，徕卡生动跟徕卡经典。不单有这2种啊，在颜色的滤镜中还有4种徕卡色彩的滤镜。那开头呢，咱们就先从这几种徕卡的色彩说起。先说权重最高的啊，徕卡生动跟徕卡经典。那它们2个的主要区别是，徕卡生动就算是默认设置了，因为你开机设置的时候，如果一直点确定，那就是徕卡生动。徕卡经典呢，相对来说软件 HDR 做的相对少一点啊，所以亮部细节、暗部细节相对少一些，而且颜色的饱和度也低一些。现在看到的是徕卡生动跟4款滤镜，徕卡鲜艳、徕卡自然、徕卡单色跟徕卡 HC 的对比啊，大家可以先看看它们之间的区别，一会儿我有考题。现在是6种徕卡色彩的轮播，你们看完之后呢，可以告诉我你们最喜欢哪种徕卡的色彩。我估计现在可能有人会问，你就告诉我哪种最接近真实不就完了吗？我就喜欢真实的。哥们儿，我估计你看的时候已经有你喜欢的了，可是我得告诉你啊，你喜欢的那个它就不是真实的，因为真实的你已经看腻了。我就敢肯定，现在你能想起来的照片绝对不是因为它色彩真实才让你喜欢、让你记住的。
那下面咱们开始聊成像光学素质这块。手机这么多颗镜头，那么我们先从主摄开始说起。在硬件参数上最值得说的就是它的感光器了，1英寸的大底，而且它的镜头相场也是整个覆盖了1英寸的感光器啊，相场非常大啊，在手机里边。先说一个日常生活中比较常见的情况，如果你经常用主摄拍摄书籍啊，还有发票什么的，有时候你会发现中心画质跟边角画质的差距非常大。那是因为这个感光器非常大，景深非常浅，中心跟边角不在一个高度上，那就不在一个焦平面上，那怎么办呢？你就用文档模式拍就行了。那文档模式比较简单粗暴啊，就是把边角给你裁了。好，咱们正式看主摄拍摄的样片。样片呢，我们用的都是徕卡生动的模式拍摄的。成像风格呢，前面已经说完了，那色彩就不再说了啊。咱们主要看它的成像还有光学素质。那中心解析力呢还不错啊，稍微有些锐化。边角画质是有所下降的，不过对于相场能覆盖1英寸的主摄来说，这个边角画质下降已经不错了啊。主要是因为它这么大的感光器，但是后摄的凸起并不是非常夸张。那么估计有人会问，这么高的凸起还不夸张？没错，相对于这么大的感光器来说，它的后摄凸起真的不算夸张。再看一张主摄拍摄的样片啊，色彩还是不错的。这个色彩呢，主要指的是白平衡，中心画质依旧有锐化啊，依旧也不错。边角画质依旧有下降，但下降的可以忍受。主摄是有高清模式的5000万像素，那高清模式解析力跟普通模式比呢，确实是有提升的啊。再看超广角镜头啊，感光器也不小，1/2英寸啊，原生像素是4800万像素。最主要的是它的等效焦段啊，12毫米，这个超广角的视角非常的广。从样片上看，白平衡挺准，亮部暗部的细节呈现的也挺充分啊。中心解析力不错啊，但是锐化还是有的啊，能看出来。边角画质下降的有点明显，但是它的等效焦段是12毫米啊，这么广的超广角，这种边角画质下降很不错了。再看一张超广角的样片。解析力方面，中心是依旧不错啊，依旧有点锐化，边角画质依旧有点下降，但依旧在我看来是很不错的啊。那至于它的视角有多广呢？那咱们对比视频再看。超广角也是有高清模式的4800万像素，但是跟普通模式比呢，成像的色彩有些区别啊，都是用徕卡生动模式拍的。解析力方面呢，跟普通模式比确实有一点提升。这台手机是有微距模式的啊，就是现在录屏左下角部分那个小花啊，点开以后呢，它就会用超广角的数码变焦来拍，也就是呢，它不会用等效12毫米的超广角去拍啊，它会裁切一下啊。那实际的拍摄效果呢，完全堪用啊，还可以啊，在手机拍摄超广角这个范畴里边，它的表现还不错。再看中长焦镜头，那这台手机呢有一个5倍的长焦潜望镜头，从主摄一下就跨到5倍了，这个焦段变化有点大啊。这颗5倍长焦头的对焦效果还是可以的啊，如录屏所示，对焦速度、合焦什么的都没问题啊。但是这颗镜头的最近对焦距离有点远，当时拍摄的时候是离物体2米多左右，但如果你稍微近一些呢，比如说到1.5米左右的时候，就会发生乱切镜头的情况。那样片呢，咱们先从2倍开始说。这台手机呢没有2倍镜头，那么它的2倍焦段呢就是主摄的数码变焦，但是在解析力方面，你还别说啊，这2倍的数码变焦在解析力方面确实比主摄直接拍要强。那么它可能是用主摄的高清模式拍完之后再裁切的。再看3倍焦段跟主摄焦段的对比，3倍焦段呢也是数码变焦，但是放大一看呢，哎呀，这3倍的细节还真丰富嘿。但是把3倍的照片往旁边挪一下，你就会发现它是融合算法的变焦，它中心部分是用5倍拍的，其他部分呢是用主摄的数码变焦，所以这个画面呢就是一半清楚，一半不清楚。好，到5倍了啊，5倍是真正的光学镜头，那么它跟主摄比啊，在拍摄远方的时候，解析力的差距是非常大的。那5倍焦段呢也是有高清模式的啊，4800万像素，跟普通模式比呢，在解析力方面没有变强啊，好像这个噪点还多了。那再看一张5倍高清模式的对比啊，跟普通模式比，解析力确实没怎么强，但是噪点是真够多的。再说人像拍摄啊，这次手机中的人像模式中还有3种人像拍摄模式，分别是35毫米焦段的黑白、50毫米焦段的悬焦，还有90毫米焦段的柔焦。那35的黑白人像模式拍出来就是酷酷的，那50的悬焦呢，拍出来就是背景美美的。那90柔焦拍摄的效果呢，就是我勒个去的，那就是这个效果啊。因为徕卡那颗 Fiber 90M 镜头拍出来的效果就这样。那正常的人像模式拍摄的效果也是挺好的啊，肤色好看，背景也不错。
指出宽容度的测试，我们用的就是徕卡生动模式去拍的啊，因为这个模式亮部跟暗部细节留的最多，我们看看它到底能留多多啊。效果还不错啊，主摄跟超广角都挺好，但是它出现了暗部细节发虚的情况。夜景模式的表现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，因为它的主摄感光器非常大嘛，是吧？先说一个我喜欢的地方啊，就是这台手机是可以关闭自动夜景的，这点很好。那我想拍快点、拍暗点，我就直接拍就行了。我想拍好点、拍慢点，我可以手动选择夜景模式。那么小米呢，把主动权交给了用户啊，这点不错啊。那下面咱们看夜景样片。那么在城市照明环境这种大光比的场景，主摄跟超广角的表现都很好，亮部、暗部细节都非常丰富。但是如果有到了强光源的地方，比如说这种灯箱啊，那么它的高光压制、主摄跟超广角都稍微有点让我失望啊。再看一组有强光源的地方啊，暗部细节还行啊，尤其是主摄，但是亮部细节眩光比较大。超广角嘛，亮部细节都快看不清楚了，亮度进一步降低啊。这条路上主摄的表现还不错，暗部细节还是很丰富的，但是超广角嘛就有点差了。女流氓小象就非常暗了，咱们打开夜景模式看啊，主摄的表现非常不错啊，细节非常丰富。那超广角跟主摄比就差很多。祖传神助场景，主摄的表现依旧非常强悍啊，细节非常多啊，非常清晰啊，超广角就相比之下差距很大啊。祖传神助 Pro 场景是最暗的场景，主摄的表现依旧强悍，但是它应该不是我测试过的最强手机啊，因为暗部细节都没有。超广角的表现就不说了。录像我们用的是默认设置啊，而且也看看防抖的表现怎么样。现在是主摄白天手持走路的表现，颜色挺好看的啊，防抖清晰度都没问题。超广角的表现也是不错啊，防抖清晰度都很好，但是颜色相比主摄来说呢，饱和度没那么高。现在是5倍镜头的录像表现，防抖清晰度都不错啊，但是有点小闪动。夜晚主摄走路防抖的表现比白天差了一截，而且鬼影比较严重，细节展现还是挺好的啊，比较丰富。相同场景超广角的录像表现就不敢恭维了啊，细节尤其是暗部细节就基本没有。录像最暗的场景女流氓小象，主摄的表现还不错，防抖还可以啊，细节呈现也挺丰富，就是鬼影有点明显。超广角的表现那路上都不行，这个地方就更不行了。工业设计这块我还是挺喜欢的啊，整体看起来就是俩字啊，威猛。尤其是后摄区域，那看着就是跟那嚷嚷呢，我的影像能力很牛逼，而且还有徕卡帮忙。手机的厚度不算薄了啊，9毫米，但是更厚的地方是它的后摄区域。不过老实说啊，它后摄区域凸起的高度我还是能接受的，甚至比我想的要强一些。毕竟主摄的感光器太大了，那整个后摄模组不可能薄。屏幕的显示效果没问题啊，毕竟是旗舰手机，分辨率啊、颜色呀都很不错啊，中置挖孔的前摄。那老观众知道到这儿呢，我们就该总结这台手机的影像表现了。那至于游戏啊、性能、发热、跑分、续航啊这些，我们是不会说的啊。说这样的节目已经够多的了啊，够你们看的了。小米12S Ultra 这款和徕卡合作的影像旗舰，可算是万众瞩目了。内置了很多的色彩模式啊，可玩性不错。而且从成本上说啊，小米肯定是花了不少钱。主摄的巨大感光器一定很贵啊，这么大的相场，边角画质也不错，这也只能是花钱才能办到的。超广角的视角很广，等效12毫米啊，我很喜欢。长焦有点尴尬啊，直接就到了5倍。中焦要是再有一个中焦就好了，而且长焦的高像素模式也不太理想。人像的表现很值得说啊，默认模式下的表现就已经很好了。另外还内置了额外3种人像模式，其中模拟徕卡 Fiber M90 镜头的人像模式我很喜欢。直出宽容度的表现有失误啊，这点我们对比节目再说。夜景的表现嘛，那中规中矩吧，没有把我惊艳到啊，肯定不是我们聊过的最强夜景手机。城市环境中的高光表现也不是很好。录像的效果还可以啊，最起码白天的效果还不错，夜晚超广角的表现很一般。OK， 到结尾了，希望看完上面内容呢，对您在选择方面有所帮助，也希望您能喜欢我们的节目啊，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